我跪在大雷音寺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上，高高在上的如来佛祖正慈悲的笑着，但他那洁白的牙缝里分明挂着半截还在蠕动的带血肠，那是我师父唐三藏的肠子。就在刚刚，我亲眼看着那个平日里只会念经的秃驴被剥皮拆骨，摆上了这群神佛的餐桌，八戒被做成了红烧肉，沙师弟的头骨被重新串成了面珠，而我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被当成了最后的压轴甜点。剧烈的疼痛从天灵盖传来，金箍棒断成3卷，我的意识开始涣散，视线中的金光变成了血火，周围原本庄严的诵经声变成了无数野兽咀嚼骨头的脆响。这根本不是极乐世界，这是3界最大的屠宰场。原来我们要取的真经不过是一本神魔饲养指南。我要杀了你们，我一定要杀了你们！带着这滔天的恨意，黑暗彻底吞噬了我。泼猴，500年了，你可知罪？冰冷的雨水狠狠砸在我的脸上，苔藓腥臭的味道钻进鼻孔，沉重的压迫感让我几乎窒息。我猛地睁开眼，眼前不是尸山血海的灵山，而是杂草丛生的五行山下。生锈的铁丸卡在喉咙里，火辣辣的疼。我重生了，回到了取经大戏刚刚开场的时候，回到了这该死的500年前。我缓缓抬头，看着远处那个骑着白马、一身锦辕袈裟的身影正缓缓走来，那是我上一世的师傅，也是送我去死的引路人唐三藏。我的嘴角控制不住的裂开，露出2颗尖锐的獠牙，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撞击，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那压抑了9999次的声音。这一世，我不会再做那个任劳任怨的傻猴子。既然你们想看戏，那老孙就陪你们演一场。只不过这一次的剧本由我来写。你便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努力压下眼底的红光，挤出一个比哭还能看的笑容，声音沙哑的像是在嚼着沙粒。师傅，弟子等你等了好苦啊！远处云端之上，几双金色的眼睛正在冷冷注视着这一切，那是监视我们的接地神。好戏开场了！唐三藏颤颤巍巍地爬上山顶，接下了那张压了我500年的封条。那张轻飘飘的黄纸，像是一道虚伪的赦免令。随着封条化作飞灰，一股久违的力量瞬间充盈我的四肢百骸。这具被铜制铁丸喂养了500年的妖躯，早就渴望着鲜血的浇灌。轰！一声巨响，五行山在我的狂笑声中炸裂，碎石如同流星般砸向四周。我从尘烟中一跃而起，重重地落在唐三藏面前，地面被我踩出2个深坑。烟尘散去，我看到了那个细皮嫩肉的和尚，他正用袖子捂着口鼻，满脸惊恐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慈悲，只有对猛兽本能的恐惧。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骨头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真想现在就一棒子敲碎他的光头，看看里面是不是也装着那些虚伪的经文。但我不能，因为我知道现在的我头顶虽然没有金箍，但那个所谓的观音正躲在云层里，手里捏着那个能让我生不如死的金圈。只要我露出一丝杀意，这一世的复仇计划就会立刻崩盘。就在这时，一只不长眼的斑斓猛虎从林中窜出，咆哮着扑向那个废物和尚。上一世，我为了在他面前卖弄神通，一棒子将这老虎打成了肉泥，还被他训斥太过残暴。这一次，我冷眼旁观，直到那老虎的血盆大口快要咬断唐三藏的脖子，直到他吓得尿了裤子，尖叫着喊我的名字：悟空，救我，快救我！我动了，但我没有掏出金箍棒，我身影一闪，直接骑在了虎背上，双手扣住老虎的上下颚，并没有使用法力，而是纯粹用肉体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向两边撕扯。老虎的惨叫声响彻山林，温热的虎血喷了我一脸，也溅了唐三藏一身。撕拉！整只老虎被我活生生撕成了2半，内脏流了一地。我抓起还在跳动的虎心，当着唐三藏的面狠狠咬了一口，鲜血顺着我的嘴角流下。我转过头，对着已经下瘫在地上的唐三藏，露出了一个满是血腥的微笑。师傅，出家人慈悲为怀，但这畜生想食你，弟子只好送他去西天见佛祖了。唐三藏脸色惨白，哆哆嗦嗦地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大概从没见过如此暴力的徒弟，更没见过杀完生还能吃得津津有味的行者。夜幕降临，我们借宿在一户猎户家中。唐三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正对着烛火念经，似乎想用那些经文来洗刷白天的血腥。我蹲在房梁上，手里把玩着一根从虎骨上踢下来的牙签，冷冷地看着他。这个蠢货根本不知道，他包袱里那件锦辕袈裟和9块锡杖根本不是什么宝物，而是定位器，好让漫天神佛随时都能看到这出取经大戏演到了哪里。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6个手持钢刀的强盗破门而入。眼贼耳、怒鼻、爱蛇、长身本身异，这就是著名的6贼。上一世我杀了他们，寓意斩断6根，结果却被唐三藏赶回了花果山。也正是因为这次驱逐，才有了后来真假美猴王的戏码，才有了那个足以乱真的6耳猕猴。这一次剧本还是那个剧本，但这6个强盗的命，我收的要更有艺术感一点。秃驴，留下马匹和盘缠，爷爷饶你不死。唐三藏又开始了，他双手合十，满脸的大义凛然，开始对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讲道理，讲因果报应。真是可笑，这世上若真有因果报应，灵山那群吃人的妖怪怎么还没死绝？我从房梁上跳下来，没有用金箍棒，而是顺手抄起了桌上的筷子。我的动作很慢，慢到唐三藏以为我要去给强盗惩罚。当我走到那个强盗头子面前时，手中的筷子瞬间消失，紧接着那个强盗头子的双眼变成了2个血窟窿，那双筷子已经从他的后脑勺穿了出来。没有惨叫，因为我的另一只手已经捏碎了他的喉骨。剩下的5个强盗吓傻了，转身想跑。我轻轻吹了一口气，定身法，他们保持着逃跑的姿势，僵硬地立在原地。我走到唐三藏面前，抓起他的手，将那把沾血的钢刀塞进他的手里，然后握着他的手，一步步走向那5个动弹不得的强盗。悟空，你疯了！你要干什么？不可杀生，不可杀生啊！他在挣扎，但在我的怪力面前，他就像一只孱弱的小鸡。我贴在他的耳边，声音低沉的如同来自9幽地狱。师傅，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不亲手送他们上路，怎么能显得你慈悲呢？噗嗤，刀锋入肉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第一刀刺穿了眼贼的心脏，温热的血染红了唐三藏洁白的手，也染红了他那颗所谓的佛心。云层之上，观音菩萨的金莲似乎颤抖了一下。你也感到意外了吗？别急，这才刚刚开始。温热的鲜血顺着刀柄流淌，滴落在干燥的泥土上，发出啪嗒啪嗒的轻响。
唐三藏跪在地上剧烈的呕吐着，黄泔水混合着泪水，呼了他那一脸的慈悲相。那个被他亲手捅穿心脏的强盗，死不瞑目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仿佛在质问这个高僧为何要破了这杀戒。我冷漠地站在一旁，用那强盗的衣服擦拭着手上的血迹，心里却在冷笑：师傅啊，这就受不了了吗？等你到了灵山，看到你那些前世的事故被垒成莲台，你会比现在吐得更惨。云端的那朵金莲终于按捺不住，一位老妇人挎着竹篮从树林阴影中缓缓走出，步履蹒跚，但我一眼就看穿了那层皮囊下的金光，是观音。她终于要把那个控制我的狗项圈送了。老妇人走到唐三藏面前，递上一顶嵌金花帽和一件颈部直多，说是送给有缘人。唐三藏还在恍惚中，根本没心思搭理，我却一把抢过那顶花帽，因为我知道那一圈金箍就藏在帽檐里，那是如来精心为我打造的刑具，只要戴上它，我的生死就在这一句紧箍咒之间。上一世我是被骗着戴上的，这一次我要当着他的面，自己把这索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我捧着花帽，眼中装出一副贪婪与喜爱的神色，故意在头上比划着，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那老妇人嘴角那一抹得逞的冷笑。笑吧，尽情的笑吧，我现在戴上它，是为了让你放心，也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等到最后那一刻，我会把这个金箍融成铁水，灌进你们的喉咙里。我猛地将帽子扣在头上，那金箍瞬间收缩，像是一条毒蛇死死咬住了我的头部。剧痛传来，但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反而兴奋地在大石头上翻了个跟头，对着那个化身老妇的观音露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笑容。婆婆，这帽子真漂亮，俺老孙喜欢的紧。既是有缘，那便送与长老做个徒弟的见面礼吧。唐三藏终于回过神来，看着我头上那顶金光闪闪的帽子，眼神复杂。他不知道这顶帽子将是他日后折磨我唯一的顶牌，也是我对他仇恨的根源。只不过这一次念咒的权利，我不确定他还能不能握得住。蛇盘山，阴愁涧，寒风卷着水汽扑面而来，这里的水深不见底，黑得像是一潭死沫。上一世就是在这里，那条被贬下凡的小白龙吞了师傅的白马。这一世剧本依旧准时上演，水面突然炸开，一条巨大的银色长龙冲天而起，那张开的血盆大口直接将那匹瑟瑟发抖的凡马一口吞下，连一声嘶鸣都没来得及发出，鲜血染红了漆黑的潭水。唐三藏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空荡荡的缰绳，又要开始哭哭啼啼。这一路上他除了哭和念经，什么都不会。我看着那条在空中盘旋的白龙，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西海龙王三太子原本也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如今却要为了活命，在这里吃屎喝尿，给这个废物和尚当徒弟，甚至在灵山的宴席上还要作为一道龙肝凤嘴的备选菜肴，时刻准备着被端上桌。既然都是天涯沦落人，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猛地一顿足，地面崩裂，身形如炮弹般射入水中，直接骑在了龙颈之上。金箍棒虽然没有变大，但我的拳头比铁还要硬，一拳、两拳、三拳，每一拳都砸在龙鳞最薄弱的地方。白龙痛苦的嘶吼，在水中疯狂翻滚，试图将我甩下来，但我像是一颗钉子，死死钉在他的背上。我贴着他的龙角，声音穿透了水流，直接钻进他的脑海。这不是神通，而是来自于同为囚徒的地狱熬炼。你想一辈子给人当畜生骑，还是想跟着我去把这天捅个窟窿？白龙挣扎的动作猛地一僵，巨大的龙眼里闪过一丝惊恐，还有一丝被压抑了千年的渴望。他听懂了，他当然听懂了。被亲生父亲告发忤逆，被玉帝吊打300鞭，这其中的恨意不比我少。我松开了拳头，轻轻拍了拍他的龙角，看着他缓缓沉入水底，化作一个白衣秀士，跪伏在水面上，浑身颤抖。唐三藏此时正趴在岸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悟空，马没了，这万水千山，可叫为师怎么走啊？我从水中跃出，甩了甩身上的水珠，指着跪在水面的敖烈，笑得意味深长。师傅莫哭，你看，更好的脚力，徒儿给你训好了。观音禅院，金碧辉煌，这哪里是寺庙，分明是一座用香火田堆砌起来的销金窟。那个活了270岁的老院主金池长老，正如同一只老王八一样，眯着浑浊的眼睛，贪婪地打量着唐三藏。他身上的袈裟镶金嵌玉，却掩盖不住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腐朽味。这老东西上一世因为贪图唐三藏的锦兰袈裟，放火烧寺，最后把自己活活烧死。这一次，我看着他那双贪婪的眼睛，决定再给他添一把火，一把能烧穿这虚伪佛门的业火。晚宴上，我故意激唐三藏把那件锦兰袈裟拿出来显摆。那袈裟一出，满是生辉，红光映红啊！金池长老那张枯树皮一样的老脸，他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浑浊的老眼里流淌出的欲望比那因仇见的水还要黑。他颤抖着手抚摸着袈裟上的佛宝，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这哪里是高僧，简直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恶鬼。圣僧，这袈裟可否借老衲观赏一晚？明早定当归还。唐三藏有些犹豫，毕竟这是观音赐的宝物。他看向我，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靠在柱子上，手里抓着一把松子，磕得咔咔作响，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借，当然要借，你不借，这戏怎么唱下去？这把火怎么烧得起来？师傅，老院主一片诚心，也是爱佛之人，借他看看又何妨？难不成这佛门禁地还能出了贼不成？我特意咬中了佛门禁地4个字。唐三藏听不出其中的讽刺，只当我是大方，便将袈裟递了过去。金池长老抱着袈裟，像抱着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爹，千恩万谢的走了。但我知道，他转身就会去叫他的那些徒子徒孙搬柴火、运火油，准备把我们师徒2人烧成灰烬。深夜，窗外人影匆匆，柴火堆积的声音清晰可闻。我没有睡，也没有去借什么避火罩保护着死人，我只是给唐三藏丢了个避火诀，保他不死就行。至于这充满罪恶的观音禅院，至于那些助纣为虐的和尚，既然你们喜欢玩火，那老孙就陪你们玩个大的。我轻轻吹了一口气，那原本只是想要烧死我们的小火苗，瞬间化作了冲天的火龙，狂风大作，火借风势，瞬间吞噬了整个大殿。我在火光中放声大笑，听着外面那些和尚的惨叫，这声音真好听。大火烧了一整夜，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那吞噬一切的红莲业火才渐渐熄灭。原本富丽堂皇的观音禅院，此刻只剩下一片焦黑的断壁残垣，空气中弥漫着木炭和烤肉的焦臭味。
那是贪婪被焚烧后的味道。我坐在依然滚烫的石阶上，手里抛着一块被烧得漆黑的瓦片，看着废墟中那具蜷缩成一团的焦尸。金池长老已活了270岁，最后却为了见别人的衣服把自己烧成了这副德行，真是讽刺。我的袈裟，我的袈裟在哪里？一声凄厉的尖叫打破了清晨的死寂。唐三藏从避火罩里钻了出来，他不关心死了多少人，也不关心这寺庙毁成了什么样，他只关心那件观音寺的锦兰袈裟。他发疯似的冲进金池长老的房间废墟，双手在滚烫的灰烬里疯狂刨挖，指甲被烫的焦黑也浑然不觉，像极了一条丢失了骨头的野狗。我冷眼看着他，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因为我很清楚袈裟去哪了。昨夜趁着火势最大的时候，一股黑风卷走了袈裟，那是住在20里外飞峰山的黑熊精，也是观音菩萨早就安排好的守山大神预备役。上一世我为了追回袈裟费尽周折，这一世我明明看见了他，却故意侧过身给他让了一条路。拿走吧，这烫手的山芋，既然你这么想当菩萨的狗，那我就成全你。唐三藏满脸灰黑，绝望地瘫坐在地上，眼泪冲刷着脸上的烟灰，留下一道道滑稽的黑印。他颤抖着指向我，声音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变了调。悟空，是你，一定是你勾结外人盗了我的袈裟，你若找不回来，我便念那紧箍咒咒死你。我扔掉手中的瓦片，缓缓站起身，金箍棒在地上重重一顿，激起一片灰尘。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懦弱的男人，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师傅，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那袈裟是被妖怪卷走的，你也看见了，那是一股黑风。不过你放心，徒儿这就去把他给请回来。黑风山，黑风洞，这里妖气冲天，却又透着一股诡异的檀香味。这黑熊精虽是个妖怪，却一心向佛，整日里学着人类的样子炼丹修道，甚至还妄想着能通过这件锦兰袈裟参透成佛的玄机，真是可笑至极。佛门若是靠一件衣服就能进，那裁缝铺的老板早就成佛做主了。我一脚踹碎了那扇厚重的石门，巨大的碎石如同炮弹般飞进洞内。正在试穿袈裟的黑熊精吓了一跳，慌乱中差点被袈裟绊倒。他长得5大3粗，黑得像块炭，穿上那件光鲜亮丽的袈裟，就像是一只穿了人类衣服的大猩猩，滑稽又丑陋。他看到我，眼中凶光毕露，随手抄起一杆黑鹰枪，对着我便刺了过来。枪尖带着呼啸的风声，力道确实不小，难怪能入得了观音的法眼。但我连躲都没躲，只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抵在了枪尖之上。当，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黑鹰枪不得寸进。黑熊精瞪大了铜铃般的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他大概以为我这只瘦小的猴子会被他一枪捅个对穿，可惜他面对的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恶鬼，是杀了9999次神佛的齐天大圣。我手指微微一弹，一股巨力顺着枪杆传导过去，黑熊精虎口崩裂，长枪脱手而飞。我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他面前，一把掐住了他那粗壮的脖子，将他硬生生提到了半空。他双腿乱蹬，眼珠暴突，那件锦兰袈裟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刺眼。你是何方神圣？这袈裟是佛宝，你不能抢。我凑近他的脸，看着他眼中的恐惧，声音轻柔的像是在对他讲睡前故事。傻大个，你真以为这袈裟能助你成佛？这不过是个项圈，谁戴上它，谁就是下一条看门狗。我是在救你，你懂不懂？说完，我猛地将他甩在墙上，砸出一个深坑。但我没有杀他，因为剧本里他的命是属于观音的。我若是杀了他，那观音肯定会再找个借口给我穿小鞋。既然你想当狗，那我就送你去见你的主人。我没有直接拿回袈裟，而是按照剧本的走向，去南海请来了观音菩萨。他依旧是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端坐在莲台之上，似乎对这一切早有预料。我们来到了黑风洞口，他变成了一个名为灵虚子的苍狼精，手里捧着那颗我在上一世早已看腻了的仙丹。那丹药里藏着这世间最恶毒的禁制。黑熊精这个蠢货，看到朋友送来仙丹，毫无防备的张口吞下。下一秒，丹药入腹，我化作的一只小虫在他肚子里狠狠叼，他疼得满地打滚，现出了原形。观音趁机抛出了那个我在梦里都想毁掉的东西——金紧箍。不，这一世他给黑熊精戴的是一个更小的，但同样致命的紧箍。他稳稳地套在了黑熊精的头上。随着观音嘴唇微动，那咒语声响起，黑熊精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双手疯狂地抓挠着头皮，鲜血直流，却怎么也摘不下来。我站在一旁，变回原身，冷冷地看着这一幕。这场景太熟悉了，熟悉到让我感到恶心。同样的紧箍，同样的咒语，同样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就是所谓的度化，不听话就打，打到你服，打到你跪在地上摇尾乞怜。这就是灵山的规矩。黑熊精终于不动了，他瘫软在地上，眼神涣散，曾经的野性与霸气荡然无存，只剩下深深的恐惧与奴性。他跪在观音脚下，不停地磕头，额头磕出了血，染红了那件他梦寐以求的锦兰袈裟。孽畜，你可愿皈依我佛，做我珞珈山的守山大神？黑熊精颤抖着，声音低得像是在哭泣。弟子愿意。观音满意地点了点头，收走了黑熊精，也收走了袈裟。临走前，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警告我，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我低下头，掩饰住眼底那滔天的杀意，双手死死攥紧金箍棒。别急，观音，总有头上的宝冠也变成紧箍，让你也尝尝这脑浆迸裂的滋味。袈裟拿回来了，唐三藏又是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我们继续西行，下一个地方是高老庄，那里有一头正在等着被阉割的猪。我的二师弟，好久不见了。高老庄张灯结彩，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在夜风中摇曳，像极了一颗颗被挖出来的血红眼珠。这看似喜庆的婚宴现场，却透着一股浓烈的尸臭味。那些来往的宾客，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神空洞，就像是一群被圈养在猪圈里，等着过年被宰杀的家猪。高太公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唐三藏哭诉，说那个妖怪女婿是如何强占了他的女儿，如何食量惊人，要把这份家业吃个精光。我蹲在太师椅上，冷眼看着这个干瘪的老头，心里只觉得好笑。老东西，你以为那个妖怪看上的是你女儿的美色，还是你这点家产？他是天蓬元帅下凡，哪怕投了猪胎，那也是见过天河弱水的猪。他看上的是你们这些凡人身上那点可怜的精气，他是要把你们养肥了，再一口一口吃掉。上一世，这头死猪装疯卖傻，
一路偷奸耍滑，最后在灵山，他因为肉质肥美，被封了个净坛使者，那是专门负责吃剩饭的，也是专门负责被吃的。这一次，我看着高太公那绝望的眼神，心中生出一计，既然二师弟这么喜欢入洞房，那做师兄的自然要给他准备一份大礼。悟空，即使妖魔作祟，你便行得方便，救这高家满门吧。我跳下椅子，在唐三藏的光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吓得他一哆嗦。我走到高太公面前，龇牙一笑，那笑容里没有半点善意。老头，把你女儿藏好，今晚这洞房，俺老孙替她入，我倒要看看这头猪的胃口到底有多大。高太公吓得连连磕头，不知是喜是忧。我转身走向后院的绣楼，身体在月光下扭曲变形，瞬间化作了那个名为高翠兰的女子。只是这双眼睛依旧闪烁着嗜血的金光。二师弟，洗干净脖子，师兄来伺候你了。绣楼之内，红烛高烧，我端坐在床沿，身上穿着鲜红的嫁衣，盖头下的视线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房门。空气中飘来一阵令人作呕的腥臊味，那是常年在泥浆里打滚的野兽气味，混合着某种不知名生物腐烂的味道。这就是天蓬元帅错头猪胎。别逗了，那是玉帝故意把他扔进猪圈的，就是为了羞辱这个曾经掌管8万水军的统帅，让他变成一头只知道吃和睡的畜生。嘎吱，门被推开了，一个巨大的黑影挤了进来，长嘴大耳，满嘴獠牙，肚子大得像个装满泔水的木桶。他哼哼唧唧地走进来，顺手抓起桌上的一只烧鸡，连骨头都没吐，直接嚼碎咽了下去。那咀嚼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坐在这个床上的不是那个任他摆布的娇弱民女，而是那个500年前大闹天宫时差点把他打入屎来的齐天大圣。他擦了擦满是油腻的嘴，色眯眯地向我扑来，那双粗糙的大手想要掀开我的盖头。就在他的手触碰到红布的瞬间，我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不是女人的柔仪，而是如铁钳般坚硬的猴爪。这一世，我没有立刻变回原形，而是依旧顶着高翠兰的脸，声音却变成了我原本的沙哑与戏谑。娘子，你这手劲儿见长啊，看来是等急了吧？我缓缓掀开盖头，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猪脸，眼中的金光瞬间炸裂，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啊，贤弟，俺老孙等你等得好苦，这500年的账，咱们是不是该算算了？猪八戒那双色眯眯的小眼睛瞬间瞪圆，瞳孔剧烈收缩，像是看见了鬼一样，发出一声凄厉的猪叫，转身撞破窗户就要逃。想跑晚了，今晚这高老庄就是你的屠宰场。云栈洞前，飞沙走石，这头猪虽然长得丑，但逃命的本事倒是一流。一阵妖风便钻回了他的老巢，可惜他忘了我有火眼金睛，哪怕他钻进地缝里，我也能把他揪出来。我站在洞口，一棒子砸碎了那块写着云栈洞的石碑，巨大的轰鸣声让整座山都在颤抖。既然你不出来，那我就把你这猪圈给拆了。弼马温，你欺人太甚！猪八戒终于忍无可忍，挥舞着9齿钉耙冲了出来。那钉耙寒光闪闪，毕竟是太上老君亲自锻造的神钉，若是放在500年前，或许还能跟我过上几招。但现在的我，每一招都是奔着杀人去的，没有任何花哨。金箍棒带着万钧之力，狠狠砸在他的钉耙上，当，火星四溅。猪八戒虎口震裂，整个人被砸得陷进了泥土里，只剩半个身子露在外面。我走过去，一脚踩在他的猪头上，用力碾压，听着他头骨发出的脆响。上一世，每次遇到妖怪，你总是第一个喊散伙；每次分行李，你总是拿最多的那一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天庭安插在取经队伍里的眼线，专门负责监视我和唐三藏的一举一动。猪八戒在泥土里挣扎，嘴里吐着血沫，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求饶，这才是他该有的样子。一头被打服了的家畜。猴哥饶命！看在往日情分上，饶了老猪这一回吧。我愿保师傅西天取经。我蹲下身，拍了拍他那沾满泥土的猪脸，在他耳边低语，声音冷得像是来自九幽黄泉。呆子，记住了，这一路上，你若是再敢动那散伙的念头，我就把你这身猪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下酒，懂了吗？他拼命点头，那副奴才相比高老庄里的家犬还要顺从。我收起金箍棒，转身向高老庄走去，身后跟着一头垂头丧气的猪。队伍里多了一头猪，这取经的戏码越来越有意思了。下一个是流沙河，那个每7日就要受一次万箭穿心之苦的卷帘大将。我的三师弟，你也该归位了。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这里是流沙河，鹅毛飘不起，如花定底沉。眼前这条浑浊的河流，不仅仅是一道天堑，更是一座巨大的坟场。我站在岸边，火眼金睛穿透了那翻滚的泥浆，看到了河底堆积如山的白骨。那些骨头不是普通人的，而是9世取经人的，也就是我身边这位只会念经哭鼻子的师傅，前9次轮回留下的尸骸。唐三藏勒住马缰，看着那宽阔无边的河面，脸色煞白。这流沙河的水黑得像墨，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死气。猪八戒把钉耙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开始嚷嚷着散伙。这头猪刚挨过打就忘了疼，若是放在平时，我早就一脚把它踹进河里喂鱼了。但今天不行，因为河里那个东西马上就要出来了。突然，平静的水面炸开一道巨浪，一个红发蓝脸的妖怪冲天而起，他脖子上挂着一串项链，那是由9颗骷髅头串成的，每一颗都打磨得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寒光。唐三藏看到那串项链的瞬间，身体猛地一颤，似乎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被唤醒了。那是他前9世的头盖骨，是他被吃掉9次的铁证。那妖怪手持降妖宝杖，踏浪而来，没有废话，直接扑向了唐三藏。他的眼神空洞麻木，像是一台只知道杀戮的机器。上一世我跟他打了3天3夜，这一世我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心中却只有怜悯。卷帘大将，你也不过是个可怜虫罢了，每7日一次的万箭穿心之苦，早就把你折磨疯了吧？妈耶，这妖怪长得比我还丑。猴哥，你上啊，我还要保护师傅呢。我冷笑一声，一脚踹在猪八戒的屁股上，把他踢向了那个红发妖怪。想偷懒，门都没有，呆子，这可是你的师弟，做师兄的，不上去打个招呼，怎么显得你有礼貌呢？猪八戒惨叫着飞了出去，正好撞在妖怪的宝杖上。一场狗咬狗的好戏，在这黑色的流沙河上拉开了帷幕。水面之上，猪八戒和那个红发妖怪战作一团，9齿钉耙对上降妖宝杖，溅起漫天水花。猪八戒虽然偷奸耍滑，但毕竟是天蓬元帅，水里的功夫不弱。而那个红发妖怪虽然招式凶狠，
但动作间却透着一股僵硬。每隔几个呼吸，他的胸口就会剧烈抽搐一下，那是旧伤，是玉帝赐给他的恩典。我没有出手，而是蹲在岸边的一块礁石上，像看戏一样看着他们厮杀。唐三藏躲在我身后，吓得瑟瑟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阿弥陀佛。佛，你的佛若真的慈悲，为何要让这卷帘大将在这暗无天日的流沙河里受这几百年的万箭穿心之苦？仅仅是因为打破了一个琉璃盏？别开玩笑了，那不过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听见了不该听的秘密。突然，那妖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不是因为被猪八戒打中了，而是因为时间到了。天空中毫无征兆地浮现出一把把透明的利剑，如雨点般落下，无视他的护体妖气，直接刺穿了他的胸膛。一把、两把、百把，鲜血染红了流沙河。他痛苦地跪在水面上，双手死死抓着胸口，发出的声音不再是兽吼，而是绝望的哀鸣。猪八戒看傻了眼，举着钉耙不知所措。他虽然被贬下凡，但好歹投了个猪胎，吃喝不愁，哪里见过这种酷刑？我缓缓站起身，金箍棒在手中转了个圈，该我上场了。这出戏不能让配角一直唱下去。我飞身而起，落在那个浑身插满光剑的妖怪面前。他抬起头，那双血红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死亡的渴望。他想死，但他死不了，这就是惩罚。卷帘，疼吗？想不想解脱？想不想把你受的苦百倍千倍的还给那个坐在凌霄宝殿上的人？那妖怪愣住了，胸口的剧痛似乎在这一刻都停止了。他死死盯着我，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凑近他的耳边，无视那些还在不断落下的光剑，轻声说道：我是来带你走出地狱的人，不想再被当成靶子，就跪下，叫声大师兄。没有观音的木爪，没有那个神奇的红葫芦，这一世我不屑于求助那些虚伪的神佛。沙悟净跪在我的面前，他脖子上那串9个骷髅头在风中咔咔作响。他终于低头了，不是因为打不过我，而是因为我刚才那句话点燃了他心中早已熄灭的复仇之火。哪怕只有1/1000的希望，他也愿意抓住这根稻草。我指了指那宽阔的流沙河，又指了指他脖子上的骷髅项链。这流沙河鹅毛不浮，唯有这9个取经人的头骨，因为承载了9世的怨气与执念，才能在这弱水之上漂浮不沉。这多么讽刺啊！唐三藏要想渡过这条死河，就必须踩着他前9世的尸骨过去。这不仅仅是过河，这是在践踏自己的过去，也是在预示着这一世的结局注定是由白骨铺就的。沙师弟，把你脖子上的宝贝摘下来吧，咱们的师傅要过河了。沙悟净颤抖着手解下了那串项链，按照我的指示，将9个骷髅头按9宫格排列，化作了一只白骨森森的小船。唐三藏看着那只由人头做成的船，脸都绿了，死活不肯上去。他觉得恶心，觉得恐怖，但他不知道，这才是这世间最真实的慈悲。只有死人才会毫无保留地拖起活人。我一把揪住唐三藏的衣领，不顾他的挣扎，直接将他扔到了骷髅船上。船身猛地一沉，随即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我跳上船头，猪八戒牵着马跳上船尾，沙悟净在水中推着船。我们一行4人终于凑齐了，一个想杀师傅的猴子，一头想散伙的猪，一个满心怨恨的水怪，还有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蠢和尚。这样的队伍去取那所谓的真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船行至河心，我回头看了一眼渐渐远去的东土，又看了一眼阴云密布的西天，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灵山的诸佛啊，你们的餐具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只是这一次这盘菜恐怕会崩碎你们的牙。悟空，这船为何一直散发着寒气？为师觉得心里慌得很。我盘腿坐在骷髅头上，看着前方迷雾重重的前路，淡淡的回了一句：师傅，那是你的前世在替你喊冤呢。坐稳了，过了这条河，咱们离地狱，哦不，离灵山就更进一步了。流沙河的浪花拍打着白骨船，发出的声音像极了无数亡魂的哭嚎。取经小队正式集结，好戏才刚刚开始。过了流沙河，是一片诡异的松林。天色刚晚，一座豪宅便突兀地出现在这荒山野岭之中，青砖碧瓦，雕梁画栋，门口还挂着2盏红彤彤的灯笼，像极了某种深海怪鱼诱捕猎物的发光触角。我看了一眼那冲天而起的锐气，那是只有神佛才有的味道，令人作呕的檀香味混合着脂粉气。唐三藏那个蠢货看到这宅子，就像看到了亲爹一样，刚才还在喊累喊饿，现在腿也不抖了，腰也不酸了，急吼吼的就要去借宿。猪八戒更是哈喇子流了一地，那双猪眼直勾勾的盯着门缝，仿佛已经闻到了里面女人的香味。只有沙悟净依然木讷的挑着担子，脖子上虽然没了骷髅项链，但那股子死气却怎么也散不掉。敲开门，出来的是个半老徐娘，自称是死了男人的墨甲氏，家里还有3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名叫真真、爱爱、连连，坐拥万贯家财，正愁没个男人入赘。这哪里是什么寡妇，分明是骊山老母带着观音、文殊、普贤3位菩萨下凡来玩角色扮演了。堂堂西方大能，竟然有这种偷窥和戏弄凡人的恶趣味，真是闲得发慌。我靠在朱红的大门上，冷眼看着这出闹剧，看着唐三藏被那妇人几句话说得面红耳赤，看着猪八戒色迷心窍，恨不得现在就钻进丈母娘的被窝里。这群神佛高高在上，把我们当成笼子里的猴子戏耍，想看我们的笑话，想试探我们的禅心。好啊，那老孙就陪你们演个痛快。几位长老，我这万贯家财，良田千顷，只要肯入赘，这福分便是你们的。猪八戒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推开唐三藏，那张猪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你看我咋样？我不挑食，力气大，哪怕这3个女儿都嫁给我，我也受得住。我嗤笑一声，手里的金箍棒轻轻在地上一点，震起一片肉眼看不见的波纹。呆子，你这哪里是去入洞房，你这是把自己往砧板上送啊！不过我不打算拦着，有些亏，不吃你是记不住的。唐三藏装模作样的拒绝了，沙悟净像个死人一样不吭声，只有猪八戒在那位丈母娘的忽悠下，屁颠屁颠的去后院撞天婚了。所谓撞天婚，就是把眼睛蒙上，抓到哪个女儿就娶哪个。这哪里是选亲，分明是把这头猪当成了瞎眼的狗，在院子里溜着玩。我蹲在房梁上，看着下面这荒唐的一幕，那3位化作少女的菩萨身法灵动，一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一边把猪八戒耍得团团转。猪八戒在院子里东撞西跌，撞得头破血流，却还在傻笑着喊娘子。他不知道
那些笑声里没有一丝欢愉，只有对这只肮脏妖物的鄙夷和嘲弄。丈母娘似乎玩够了，拿出了一件珍珠嵌锦汗衫，说是只要穿上它，就能从3个女儿里挑一个。猪八戒想都没想，一把抢过来套在身上。那珍珠衫刚一上身，瞬间收紧，原本光滑圆润的珍珠，此刻变成了锋利的倒刺，深深扎进他的皮肉里。这哪里是嫁衣，这分明是那群神佛专门为了折磨他而特制的刑具，甚至比我头上的紧箍还要阴毒。那是直接作用于肉体上的凌迟。猪八戒疼得在地上打滚，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周围的景象开始扭曲，原本富丽堂皇的庭院逐渐变得虚幻，那母女4人的身影也开始消散，只留下几声清冷的嘲笑回荡在夜空中。疼死我了！娘，这是什么衣服？快给我脱下来！我不入赘了！我不入赘了！我跳下房梁，落在满地打滚的猪八戒面前，看着他身上渗出的血迹，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伸手拍了拍他那还在流血的猪头。呆子，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哪里有什么娘子？这分明是菩萨给你上的紧箍，专治你的色胆包天。他抬起头，眼神迷离，似乎还没从刚才的美梦中醒来。可悲的家伙，被神佛玩弄于股掌之间，却还以为自己离极乐世界只有一步之遥。这取经路每一步都是陷阱，每一个笑脸背后都藏着一把刀。东方既白，晨曦刺破了虚假的幻象，那座宏伟的庄园彻底消失了。我们正身处一片荒凉的松柏林中，唐三藏和沙悟净靠在树下睡得正香，完全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只有不远处的一棵古柏树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活物，那是猪八戒。他被那件珍珠衫捆得结结实实，倒吊在树杈上，像是一只刚被猎人捕获准备剥皮晾干的野猪。我走过去，用金箍棒捅了捅他的肚子，他还在哼哼唧唧，嘴里念叨着娘子真真。哎，看来这幻术的后劲儿还挺大。树干上贴着一张简帖，上面写着一首打油诗，大概意思就是骊山老母不思凡，3个菩萨来试探，这是在向我们示威，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一路上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心里的一个念头，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毫无隐私可言。唐三藏醒了，看到这一幕，先是一愣，随即看到了那张简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慌忙对着虚空跪拜，嘴里不停地念着忏悔的经文。他怕了，他怕自己昨晚那瞬间的心动也被菩萨看在了眼里。这个虚伪的和尚明明心里也有欲望，却非要用经文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我挥棒打断了绑着猪八戒的绳索，扑通一声，这头猪重重地摔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他终于清醒了，看着自己身上的勒痕，又看了看那张简帖，羞得把头埋进裤裆里，不敢看人。行了，师傅，别磕了，菩萨早就回天上喝茶去了，赶紧上路吧，这才是第一关，以后这种福气还多着呢。唐三藏颤巍巍地爬上马，猪八戒一瘸一拐地挑起担子，沙悟净依旧面无表情。我走在最前面，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峰，那里有一座名为武装观的道观，那里有一种长得像婴儿一样的果子，听说那是用未满月的孩童精血浇灌而成的。镇元大仙，地仙之祖，不过是另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鬼罢了。正好俺老孙肚子也饿了，这所谓的人参果到底是什么滋味，我也想尝尝。悟空，前方山高林密，恐怕又有妖魔，你可要探仔细。我扛着金箍棒，头也不回的冷笑道：师傅放心，前方没有妖魔，只有一位等着请咱们吃人肉的老神仙。万寿山武装观，这里锐气千条，霞光万道，怎么看都是一处修仙的福地洞天。但我火眼金睛之下看到的却是一座巨大的坟丘，那漫山遍野的青松翠柏，根部都深深扎在暗红色的泥土里，那不是红土，那是被鲜血浸透了千万年，干涸后形成的血泥。这哪里是万寿山，这分明是万尸山。镇元大仙不在家，说是受了元始天尊的邀请，去听讲混元道果，只留下了2个童子，清风和明月。这2个小道童长得粉雕玉琢，眉心点着朱砂，看着讨喜，但我却闻不到他们身上的活人味。他们的皮肤太白了，白得像纸扎店里糊的童男童女，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脚后跟都不着地。这镇元子号称地仙之祖，居然养了2只画皮鬼看家。他们奉命打下了2枚人参果，端到了唐三藏面前。那果子正如传说中一般，长得像3朝未满的孩童，四肢俱全，五官兼备，甚至还在盘子里微微蠕动，发出细微的啼哭声。唐三藏看了一眼，吓得魂飞魄散，从椅子上跌坐下来，拼命往后缩。这是哪里来的孩儿？你们这道观莫不是吃人的魔窟？拿走，快拿走！清风明月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那是对凡人无知的嘲弄。清风端着盘子，脸上挂着僵硬的假笑。长老，这是我们武装观的土特产，叫人参果，吃了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我蹲在窗外，冷冷地看着这一幕。长生不老，哼，这世间万物守恒，想要长生，就得有人替你去死。这一口下去，吃的哪里是果子，分明是别人的阳寿。这镇元子不仅仅是个地仙，怕是个专门收割童男童女精魄的农夫吧？唐三藏死活不吃，清风明月便端着果子回了房。这2个小鬼关上门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他们像2只偷腥的野猫，一人抓起一个婴儿，也不嫌那啼哭声刺耳，张开嘴就啃。果皮破裂的瞬间，并没有流出果汁，而是渗出了一缕缕鲜红的液体，满屋子瞬间弥漫起一股异香，那是极致的生命力被释放的味道，也是最原始的血腥味。猪八戒在隔壁闻到了味，馋虫早就把他的脑子吃空了，他哼哼唧唧的来求我，想让我也去弄几个尝尝。我本来不屑于做这偷鸡摸狗之事，但一想到这果子背后的肮脏，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既然这树是靠吃人血肉长大的，那俺老孙把它绝了种，也算是替天行道了。我潜入后院的人参果园，那棵巨大的果树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巨人，树皮上布满了暗红色的纹路，仿佛是无数条血管在波动。树叶间挂着的20几个果子随风摇曳，发出咯咯的笑声，听得人毛骨悚然。我掏出金鸡子，这是打果子专用的法宝，只有5行相克，金克木，才能把这果子敲下来。我对着一个果子狠狠敲了下去，哇！那果子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跌落下来，掉在地上，瞬间不见了踪影，钻进了土里。土地公公颤巍巍地钻出来，告诉我这果子遇土而入。我冷笑一声，这一次我直接用衣襟接住，一连打了3个。看着怀里这3个还在抽搐的婴儿，我的眼神冷得像冰。猪八戒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看见我回来，口水流了一地，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连嚼都没嚼，直接吞了下去，然后瞪着大眼珠子问我什么味道。猴哥，这也没尝出个味啊，要不你再去打几个？这次我细细品品，我将剩下2个分给沙悟净和他，自己却并没有吃，我只是把玩着手里那根金鸡子，看着猪八戒那副贪婪的嘴脸，心中冷笑，吃吧，多吃点，吃的越多，欠下的债就越重，到时候我看你怎么还，纸终究包不住火。清风明月很快发现果子少了，这2个画皮鬼刚才还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此刻却变成了泼妇骂街。他们冲进大殿，指着唐三藏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秃驴，什么贼眉鼠眼，什么断子绝孙，那些污言秽语，连市井流氓听了都要甘拜下风。这哪里是修道之人，分明是2条疯狗。唐三藏被骂得狗血淋头，只会双手合十，不停地念叨阿弥陀佛，解释说自己没偷。猪八戒和沙悟净也是低着头，不敢吭声。只有我听着那2个小鬼越骂越难听，甚至骂到了我500年前大闹天宫的旧账，骂我是个没爹养的野猴子。一股无名火从我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上一世我为了顾全大局，忍了这口气，受了这窝囊气，结果呢，被镇元子抓回去，放在油锅里炸，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这一世我还是那个齐天大圣，我为什么要忍？我为什么要看这2个纸扎人的脸色？我猛地站起身，原本矮小的身躯在这一刻仿佛变得无比高大，眼中的金光化作实质，死死锁定了那2个还在喋喋不休的盗徒。他们被我的杀气一冲，骂声戛然而止，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惊恐的后退。骂够了吗？骂少了吗？既然你们这么心疼那几个果子，那老孙就帮你们个忙，让这棵树永远都不用再见了。我身形一闪，直接冲出了大殿，直奔后院那棵参天大树而去。既然这树是靠吸食人血长大的罪恶之源，既然这道观是藏污纳垢的魔窟，那今日我便做一回恶人，将这万寿山的根基连根拔起。身后传来了清风明月的尖叫，还有唐三藏惊恐的呼喊，但我已经听不见了。我的眼里只有那棵在风中狂舞，仿佛在嘲笑我的巨大妖术。金箍棒在我手中变大变长，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狠狠砸向了那充满血腥味的树根。既然要闹，那就闹个天翻地覆。金箍棒带着风雷之声，重重地砸在人参果树的树干上。轰！没有木屑纷飞，没有枝叶断裂，这棵活了几万年的妖树竟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声音尖锐刺耳，像极了千万个婴儿同时啼哭，震得整座万寿山都在颤抖。树皮裂开，喷涌而出的不是绿色的汁液，而是粘稠腥臭的鲜血，瞬间将我的虎皮裙染成了暗红。我没有停手，体内的凶性已经被彻底激发。金箍棒化作擎天巨柱，我双手环抱，口中暴喝一声，起！大地崩裂，一条条粗大的树根像受惊的蟒蛇一样疯狂地破土而出，带出了埋藏在地底深处的秘密。那哪里是泥土，那分明是无数具森森白骨，有刚出生的婴儿，有未满月的孩童，他们保持着挣扎的姿势，被树根死死缠绕，早已成为了这棵树的养料。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草还丹，这就是所谓的长生果，根本就是用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堆砌起来的虚假繁荣。清风明月2个小鬼追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吓得瘫软在地，面如土色。他们平日里只知道吃果子，恐怕也不知道这果子脚下踩着的是怎样的尸山血海。我看着那棵轰然倒塌的巨树，看着那些重见天日的累累白骨，心中没有一丝毁坏公物的愧疚，只有一种复仇的快意。镇元子，你披着道貌岸然的人皮，干的却是吃人的勾当。今日我断了你的根，我看你还怎么装这地仙之祖。你们2个小鬼看清楚了，这就是你们吃的长生果，每一口都是在嚼你们同类的骨头。清风下的牙齿打颤，指着我语无伦次，你闯大祸了，师傅回来会把我们都杀了的，你这个疯猴子。我冷笑一声，收起金箍棒，转身向着早已吓傻的唐三藏走去。祸已经闯了，那就索性闯个大的。好，在那个老怪物的地盘上，往哪跑都是死路，但至少要在死之前让他也不痛快。连夜潜逃，唐三藏骑在马上，鞭子抽的比谁都快，恨不得给白龙马插上翅膀。猪八戒挑着担子，一步3回头，嘴里还在念叨那个被推倒的果树，可惜了那一树的果子。沙悟净依旧沉默，但他那双死鱼眼盯着天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天突然黑了，原本还是星斗漫天，刹那间所有的光亮都被吞噬，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从头顶降临，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连风都停止了流动。这不是乌云，这是一只袖子，一只大到可以装下乾坤日月的袖子。镇元大仙回来了，他没有现身，甚至没有露面，仅仅是云端之上的一个念头，就让我们这所谓的取经天团变成了瓮中之鳖。那巨大的袖口像是一个黑洞，带着不可抗拒的吸力。唐三藏连人带马飞了起来，发出一声惨叫，紧接着是猪八戒、沙悟净，最后是我。我试图反抗，金箍棒变大，想要撑破这片黑暗，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我就像是一只在如来掌心里翻跟头的蚂蚁。上一世我被这一招袖里乾坤抓了3次，每一次都像是被扔进了虚无的深渊。这一次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黑暗、失重，还有那个老道士充满戏谑的声音在四面八方回荡。泼猴，毁我人参果树，断我万年根基，你以为跑得了吗？今日若不剥了你的皮，难消我心头之恨。我放弃了挣扎，任由身体在黑暗中坠落，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剥皮，好啊，我这副铜皮铁骨，正愁没人给我松松筋骨。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审判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在这位地仙之祖的眼里，我们不是取经人，我们只是4只待宰的牲畜，而他就是那个拿着屠刀准备把我们大卸8块的屠夫。老牛鼻子，有本事你就直接杀了我，光会使这些藏头露尾的手段，算什么地仙之祖？回应我的只有无尽的回声和猪八戒那杀猪般的嚎叫。武装观大殿，灯火通明，我们4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大殿中央，每一根绳索都是用龙筋特制的，越挣扎勒得越紧。大殿正上方，镇元大仙端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根七星鞭，那鞭子上闪烁着幽蓝的光芒，每一鞭下去都能直接抽打在灵魂上，那是专门用来对付神仙妖魔的刑具。大殿中央架起了一口巨大的油锅，冒着青烟，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那不是普通的油，
那是万年尸油，一旦沾身，不仅皮肉溃烂，连魂魄都会被炸得魂飞魄散。镇元子这是动了真火，他要杀了我们，给那棵吃人的树陪葬。镇元大仙站起身，走到唐三藏面前，用鞭柄挑起那个光头下巴，眼神阴鸷的像一条毒蛇。唐三藏，你纵图行凶，推倒我也人参果树，今日我便先炸了你，替我那宝树偿命。说完，他一挥手，几个黄金力士就要把唐三藏往油锅里扔。唐三藏吓得屎尿齐流，哭喊着叫悟空救命。猪八戒更是把头缩进了脖子里，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我看着那个沸腾的油锅，心中没有恐惧，只有对这虚伪世道的深深厌恶。上一世我为了救师傅，主动顶罪，被打得皮开肉绽。这一世我依然要救他，不是因为师徒情深，而是因为如果他死了，这场戏就演不下去了，我的复仇大计也会半途而废。而且我也想借此机会狠狠地打这老道士的脸。我猛地挣断了一根绳索，虽然只是手臂上的，但也足够了。我大笑一声，声音在大殿里回荡，充满了狂傲与不屑。慢着，老牛鼻子，你也太小家子气了。那树是俺老孙推的，果子是俺老孙吃的，这和尚不过是个废物，你扎他有什么用？有本事冲我来！镇元大仙停下动作，转过头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变成了更加浓烈的杀意。好一只讲义气的泼猴，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扔进去，炸他个皮焦肉嫩。我被扔进了滚烫的油锅，没有惨叫，没有求饶，我盘腿坐在沸油之中，任由那滚烫的尸油没过我的头顶。铜头铁臂在这个时候显现出了它的威力，但这并不代表不疼。钻心的剧痛袭来，我却咬紧牙关，透过翻滚的油花，死死盯着镇元大仙那张扭曲的脸，笑得狰狞。老官儿，你这油温不行啊，是没吃饭吗？给你孙爷爷挠痒痒的。咕噜咕噜，油锅里的尸油翻滚着，冒着令人作呕的黄烟。我坐在锅底，感觉就像是在泡一个稍微烫点的热水澡。镇元大仙站在高台上，脸色铁青，他大概没想到，这足以炼化神魔的万年尸油，对我这个从八卦炉里炼出来的铜皮铁骨，竟然毫无作用。不仅如此，我还故意在油锅里游了2圈，激起一片油花，溅在那几个试图添柴的黄金力士身上，烫得他们哇哇乱叫，皮肉瞬间溃烂。镇元大仙终于失去了耐心，他眼中的杀意凝结成冰，手中的七星鞭再次亮起幽蓝的光芒。这一次，他没打算抽我，而是要直接把这口锅给炼了。好个弼马温，既然油炸不死你，那我就封了这锅口，用3昧真火炼上7749天，我看你化不化成灰。他一挥手，一口巨大的千金铜盖从天而降，要把我死死封这里，想把我炼成丹。老官儿，你想得太美了。就在那铜盖即将合拢的瞬间，我拔下一根毫毛，轻轻一吹，变金光一闪，我真身早已化作一只苍蝇飞出了油锅，趴在房梁上，而油锅里那个盘腿而坐的孙悟空，则变成了一座门口用来镇宅的石狮子。轰！铜盖合拢，严丝合缝。镇元大仙亲自贴上了符咒，命令手下加大火力，烈火熊熊燃烧，整个大殿温度骤升。我就在那看着那口锅被烧得通，看着镇元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狞笑，他以为我在里面惨叫，其实里面只有一个正在被烧红的石狮子，等待着那一刻的爆发。半个时辰后，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那是石头受热炸裂的声音。紧接着，嘣一声巨响震彻云霄，那口巨大的油锅连同那个千金铜盖瞬间炸成了碎片，滚烫的尸油混合着碎石，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无差别地喷向大殿的每一个角落。那些道士，那些力士，还有那个高高在上的镇元大仙，瞬间被淋了个落汤鸡，惨叫声此起彼伏。我现出原形，蹲在残破的房梁上，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满身油污、狼狈不堪的镇元子，极尽嘲讽：“老官儿，你这锅不行啊，连个狮子都炖不烂，还想炖俺老孙？回家再练练吧。”大殿里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着尸油烧焦的恶臭。镇元大仙站在废墟中央，他那身原本一尘不染的道袍，此刻已经变得油腻肮脏，还在往下滴着黑水，但他没有叫，也没有暴怒，相反，他变得异常平静，平静的让人感到恐惧。他缓缓抹去脸上的油污，那双阴鸷的眼睛不再看我，而是死死盯着角落里早已吓昏过去的唐三藏。他知道杀不死我，我也知道他奈何不了我。我们之间的武力值，在这个规则崩坏的世界里，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但是我有软肋，那个软肋就是这场取经大戏的主角唐三藏。如果他死了，这场戏就塌台了，我的复仇也就成了无本之木。镇元大仙显然也想通了这一点，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唐三藏身边，那只沾满尸油的手直接扣住了唐三藏的天灵盖，掌心中一团幽蓝的鬼火正在跳动，那是专门用来焚烧灵魂的炼魂火。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金箍棒握在手里，却不敢挥出去，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动一下，唐三藏的魂魄就会瞬间灰飞烟灭，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这一招够狠，泼猴，你确实神通广大，我杀不了你，但是你这师傅肉体凡胎，我只要轻轻一捏，他就得魂飞魄散，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去西天，怎么演你这出中途的戏码。我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怒火，缓缓收起金箍棒，从房梁上跳下来，站在离他10步远的地方，眼神冷冽。说吧，你想怎么样？要杀要剐，冲我来！拿个废物撒气算什么本事？镇元大仙冷笑一声，松开了扣在唐三藏头顶的手，但那团鬼火依旧悬浮在旁边，随时准备吞噬。他指了指后院那棵倒塌的人参果树，语气不容置疑：“我不杀他，也不杀你，我要你救活我那棵人参果树。3日之内，树活，人走，树死，他就得给我的树陪葬。救活那棵吃人的妖树，救活那棵用婴儿尸骨堆出来的罪恶之源。这不仅仅是让我修树，这是要让我亲手把这地狱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多么讽刺的交易！为了完成复仇，我竟然要先当一回恶魔的帮凶。”我看着昏迷不醒的唐三藏，又看了看一脸笃定的镇元子，最终我点了点头，咬着牙挤出一个字：好。南海紫竹林，这里没有武装观的血腥气，只有淡淡的檀香和海水的咸味。观音菩萨正站在莲花池边，拿着那根杨柳枝往玉净瓶里蘸着水，他似乎早就在等我了。对于我推倒人参果树这件事，他没有丝毫的惊讶，甚至连责备都没有。在他的剧本里，这大概只是为了增加取经难度的一个小插曲。至于那些被树根缠绕的婴儿尸骨，在他眼里或许只是肥料而已。我没有废话，
直接说明了来意。他微微一笑，那笑容里透着一股神性的冷漠。他告诉我，他这玉净瓶里的甘露能医治世间万物，别说是树，就是死人也能救活。但我分明闻到那瓶口飘出来的不是清冽的水汽，而是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味。这哪里是甘露？这分明是收集了无数信徒的血泪提炼出来的生命精华。我们回到了武装观，镇元子早已摆好了香案，一脸恭敬地迎接观音。这两个大能，一个提供场地养尸，一个提供肥料救树，真是狼狈为奸的好搭档。观音走到那棵倒塌的巨树前，抽出杨柳枝，轻轻一挥，几滴红色的液体洒在断裂的树根上，滋滋滋，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那原本干枯的树根，像是吸血鬼闻到了鲜血，疯狂地蠕动起来，迅速愈合，重新扎入那些埋着尸骨的泥土里。眨眼间，那棵参天大树重新站了起来，树叶变得更加翠绿，那20几个没吃完的人参果也重新挂回了枝头，甚至发出的笑声比之前更加清脆，更加瘆人。他们吸饱了这所谓的甘露，变得更加肥嫩多汁。镇元子大喜过望，连连道谢，甚至还提议要和我结拜为兄弟。我看着这荒诞的一幕，看着这棵重新挺立的罪恶之树，心中只觉得无比恶心。悟空，祸已闯，树已活，你也该收收心，保你师父继续西行了。切记，莫要再造杀孽。我低着头，掩饰住眼底的嘲讽。杀孽？你们才是这世间最大的杀孽。我转过身，扶起刚刚苏醒还一脸懵懂的唐三藏。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但取经的路还在继续。下一个是白虎岭，那里有一个为了吃一口唐僧肉，不惜把自己拆得七零八落的女尸白骨夫人。我的老熟人，希望你的骨头比这人参果树要硬一些。猴哥，这树活了，咱们是不是能再吃2个果子压压惊啊？我回头瞪了他一眼，吓得他把话咽了回去。吃？你就不怕那果子里吃出一根没消化完的手指头吗？走吧，离开这吃人的道观，去往下一个地狱。白虎岭，寸草不生，这里没有树木，只有漫山遍野惨白的岩石。但我知道，那不是石头，那是骨头，是无数年来死在这里的生灵堆积而成的山脉。那个被称为白骨夫人的妖怪，正提着一罐面巾，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他的脸上带着僵硬的微笑，那是画上去的假皮。他的眼神空洞，因为他的眼眶里根本没有眼珠，只有2团燃烧的鬼火。唐三藏又饿了，看到有人送饭，眼睛都绿了。猪八戒更是流着哈喇子就要冲上去。我伸出金箍棒，拦住了这头蠢猪。火眼金睛开启，我穿透了那层画皮，看到了这具白骨的真相。那一刻，我的心脏猛地停跳了一拍。那脊椎上刻着一行字：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墓。他不是别人，他是我，他是前9999次轮回中那些没能走到灵山、死在半路上的我的怨念集合体。他不是想吃唐僧肉，他是想来告诉我，前面的路是一条死路。他是来求我杀了他，让他解脱。我颤抖着手，举起了金箍棒。这一次不是为了降妖，而是为了给自己收尸。白骨夫人看着我，那2团鬼火跳动了一下，发出了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那是成千上万个我的哀鸣。别去了，前面是深渊，杀了我们，结束这一切。唐三藏急了，他以为我要行凶，开始疯狂地念紧箍咒。剧痛袭来，但我没有停手，金箍棒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狠狠砸下。砰！白骨碎裂，化作漫天灵火。那些灵火没有消散，而是疯狂地钻进了我的身体。那是9999分力量的回归。泼猴，你竟敢滥杀无辜！滚！你给我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我感受着体内沸腾的力量，看着这个还在演戏的蠢和尚，嘴角勾起一抹狰狞的笑。滚！好啊，不过在滚之前，我要把这戏台子给拆了。唐三藏还在念，那紧箍咒的声音像是一把锯子，锯着我的脑壳。但他发现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疼得满地打滚，也没有跪下来求饶，我只是静静地站着，任由鲜血从头顶流下，染红了我的脸，染红了我的眼。那些钻进我体内的灵火正在疯狂地噬咬着那个筋骨，那是来自过去的怨恨，他们比这佛门的咒语更加强大。咔嚓，一声细微的脆响，在寂静的白虎岭显得格外刺耳。唐三藏念咒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惊恐地看着我，看着那个号称坚不可摧、见肉生根的金紧箍断了，断成了2截，从我的头上跌落，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哀鸣。我缓缓抬起头，眼中的金光已经变成了漆黑的魔气，那是被压抑了10000次的怒火。猪八戒和沙悟净吓得瘫软在地，他们感受到了这股力量已经超越了妖，超越了佛，这是逆天的力量。天空突然裂开了，无数金色的眼睛在云层后睁开。如来、观音、漫天神佛，他们终于坐不住了。剧本失控了，那个被他们当成玩物的猴子挣脱了锁链。我一步步走向唐三藏，他吓得连连后退，最后跌坐在地上，裤裆湿了一片。悟空，你要干什么？为师也是为了你好啊！我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看着这张让我厌恶了10000次的脸，我笑了，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为了我好，把我当成猪狗一样圈养，是为了我好；把我当成你们餐桌上的笑话，是为了我好。师傅，别演了，你知道为什么每一世你都要被吃吗？因为你就是那个饵，只要你活着，这轮回就不会停。今日俺老孙送你上路，咱们一起解脱。噗嗤，我的手掌穿透了他的胸膛，一颗金色的心脏在我的手中跳动，随后被我捏得粉碎。饵没了，鱼该上钩了。唐三藏死了，这一次是彻底死了，连魂魄都被我捏爆。没有了取经人，这出戏彻底崩盘。天空中的裂缝越来越大，露出了后面真实的世界。那哪里是什么极乐世界？那是一张巨大无比的餐桌，那些高高在上的佛祖、菩萨，不过是一群长着獠牙、体型巨大的怪物。他们正拿着刀叉，愤怒地看着被打翻的盘子。泼猴，竟敢坏我盛宴！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从裂缝中伸出，那是如来的手，掌心中不是佛骨，而是无数张正在咀嚼的嘴。他想像500年前那样再把我压一次，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大闹天宫的猴子。我集结了10000次轮回的怨念，我是这天地间唯一的变数。如来，吃俺老孙一棒！我怒吼一声，身体迎风暴涨，法天象地，瞬间变得比那苍穹还要高大。手中的金箍棒化作一根贯穿天地的黑色巨柱，上面缠绕着无数冤魂的嘶吼。我没有躲避那只巨手，而是抡起棍子，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向着那虚假的天空，向着那群贪婪的食客，狠狠砸去。轰隆！这一棒砸碎了5行山的压迫，这一棒
砸碎了紧箍咒的束缚。这一棒砸碎了这满天神佛的虚伪面具，天空像镜子一样破碎。那些巨大的怪物发出了惊恐的惨叫，他们的餐桌被掀翻，他们的身体被虚空风暴撕裂，鲜血像暴雨一样倾盆而下，染红了整个人间。世界在崩塌，轮回在终结。我站在废墟之上，看着这毁灭的一切，心中前所未有的平静。猪八戒和沙悟净早已在冲击中化为灰烬，这世间只剩下了我，那个名为孙悟空的复仇者。我收起金箍棒，身体缓缓缩小，变回了那个瘦小的猴子。我坐在一块碎裂的云彩上，手里拿着半截断裂的紧箍，看着眼前这片无尽的虚空，没有了神，没有了佛，也没有了经，只有绝对的自由和永恒的黑暗。我转过头，看向虚空之外的你们，嘴角勾起一抹桀骜的笑，那眼神仿佛穿透了屏幕，直刺人心。看什么看？戏演完了，这一棒叫你也灰飞烟灭。记住，俺乃齐天大圣。